一个男人正在风流，可是他不满足，于是老鸨带来了他们的头牌，是个盲女，精通武艺。只见男人轻抚一笑，拿着剑在盲女身上划，在几剑之下，盲女易如风飞。随后来了一个乐队，盲女便在男人面前舞了起来，边跳边唱，让男人如痴如醉。一把拉过盲女，便开始耍流氓。老鸨和众人纷纷阻止。男人是本地捕快，这个衙门有2个捕头，分别是金捕头和刘捕头。当下一个反朝廷组织猖獗，名为飞刀门，被朝廷通缉。他们收到消息，牡丹坊有一头牌身份可疑，于是金捕头便乔装打扮前来试探，被刘捕头赶到喝止。2人装作不认识，带走金捕头的同时，正好名正言顺地带走盲女小美。老鸨丹姐极力阻止，刘捕头不信盲人可以当头牌，于是老鸨便让小美展示出众的武技。随后众人围观，只见刘捕头坐在一边，小美站于场地中间，做好准备。随着刘捕头以石击鼓，小美听声辨位，打击鼓面。刘捕头玩嗨了，一盘石子直接撒出。神奇的是，小美竟然还能击中鼓面，在场地中间一边击鼓一边跳舞。随着一声声鼓响，小美竟然拔刀向刘捕头刺去，而刘捕头频繁躲过，众人吓得四散而逃。刘捕头问小美究竟是何人，而小美表现出对朝廷的痛恨，扬言见一个杀一个。事到如今，小美不攻自破，2人交战，小美不敌，被刘捕头擒下。随后把小美带到衙门，在小美的住处搜查到了一套飞刀，确认了小美是飞刀门老帮主之女。可是夜晚，小美却被金捕头救出，2人逃至野外。金捕头声称，仰慕飞刀门刘帮主已久，也早就痛恨官府腐败。如今刘帮主的女儿受困，岂能不救？可此时官兵追来了，2人逃离途中，小美的刀囊掉了。无奈之下，金捕头只能转身回去寻找刀囊。等金捕头找到刀囊，小美却已经遭到官兵围捕。一个盲女正在被数名大汉追赶，面对众人的大刀，盲女听声辨位，却是不敌。好在金捕头及时赶回，拔出弓箭，几箭射出，救下了盲女小美。2人夺下官兵马匹，一同离去。要去飞刀门，只需要一路向北。路途中，2人逐渐熟悉起来，也彼此暗生情愫。隔天，金捕头趁小美熟睡，来到一处地方，在这里等待的竟然是刘捕头。原来金捕头放走小美是假的，官兵的追兵也是假的，原因就是金捕头要钓飞刀门这条大鱼，在放长线。刘捕头提醒他不要对小美动真心，小心误了大事儿。这看似是提点，却是耐人寻味。金捕头和小美再次启程，2人来到一处竹林，而朝廷的金盾兵也已经设下埋伏。金捕头不知道，刘捕头的人马已经被总捕头接受，他们可不像之前的追兵一样认识金捕头。2人一番厮杀，但是不敌，只能先逃。在一顿追逐下，2人被金盾兵的竹子陷阱围困，随后抛出数十根绿竹，固定住了2人。眼见生死一瞬间，关键时刻，数十把飞刀袭来，官兵瞬间被解决。抬头一看，赫然是飞刀门的人出现，为首的竟然是花房的老鸨丹姐。原来丹姐也是飞刀门的人，一直在花房装老鸨当飞刀门的眼线。金捕头和丹姐和和气气地聊着，突然一张大网落下，金捕头不解，随后刘捕头竟然也被擒下，他们中了埋伏，被飞刀门抓住。此时小美出现，给丹姐倒了一杯茶，看动作行云流水。原来小美根本不是盲人，之前的一切都是装的。金捕头惊呆了，原来自己才是小丑。从他救小美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变成了小丑，而小美也是故意引诱金捕头他们来到此处。随后丹姐便下令先干掉刘捕头，要亲自动手。随着丹姐一刀落下，刘捕头的绳子应声断裂。原来刘捕头竟然是卧底，是飞刀门的内应，帮飞刀门屡建奇功。而刘捕头竟然和小美是青梅竹马。刘捕头做内应已有3年，2人也有3年未见，难怪刘捕头告诫金捕头不要对小美动心。2人正要升华，突然小美不动了，因为不知为什么她的脑子里全都是金捕头的身影。原来她早就爱上了金捕头，爱上了那个能为她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金捕头。如今假戏变成真戏，刘捕头当然受不了，他等了3年，想了3年，如今这般结局，刘捕头瞬间失去理智。一个男人正在欺负一个女人，
突然一把飞刀袭来，正中刘捕头左肩。刘捕头慌乱，来人正是飞刀门门主。门主不让刘捕头拔刀，一是告诫小美不愿做的事儿不能勉强，二是派遣他再做内应，以受伤为由。随后刘捕头起身告诉小美，他不相信他等了小美3年，却比不上小美和金捕头待了3天。说罢便转身离去。而门主知道小美和金捕头有感情了，如今金捕头也没用了，便要小美亲手砍了金捕头，断了念想。随后小美便拉着金捕头一直走到一处平原。小美手握刀柄，拔刀出刀，绳子断裂，小美终是下不了手。她爱着金捕头，要放他走，可金捕头怎会独自逃离？他也爱着小美。飞刀门和官府决战在即，两人不过是这局里的棋子，不如一同浪迹天涯，过风一般的日子。只有他和小美，小美不行，他没有再说话。金捕头明白了，转身便骑马离去。而小美终究是逃避不了心中的那份爱，思索片刻，不再犹豫，什么飞刀门都不重要了，直接骑马追去。突然一把飞刀飞了过来，小美扔刀抵挡，没想到飞刀一分为二，直接刺中小美。是刘捕头。刘捕头的爱终是发生畸变，得不到那就毁掉。与此同时，金捕头正在往回赶，他明白自己这一走，那死的就是小美，所以他要回去，他不能走。路上他发现了倒地的小美，从小美口中得知，原来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竟然是飞刀门的人。他再一次被骗，江湖险恶，刘捕头现身，两人直接交战。在交手中，大雪落下，两人便在雪中大战。金捕头不是刘捕头的对手，渐渐不敌。正在僵持，刚刚昏迷的小美站了起来，拔出胸口的飞刀扔向了刘捕头。飞刀拔出，小美血脉喷张，鲜血直流。而面对小美的飞刀，刘捕头没有抵抗，让刀刺中自己，随后颠簸地离去。而小美在金捕头的怀中没了气息。